各位朋友，老 A 呢，就是那个国王的新装中的那个街道上的小男孩。这些年来呢，美国呢以他强大的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综合形成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横扫了全世界。而老 A 呢，就像那个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啊，劈中了这个美国的遮羞布，一把就给他扯下来了。斩杀线一词儿横空出世，美国若干年来对中国塑造的那种强势的形象，可以说是被老 A 呢是戳的是千疮百孔，轰然崩塌。所以老 A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确是像有些人说的一样，老 A 就是什么当代鲁迅其实他起到的作用这个有点夸张，说是当代鲁迅有点夸张，但是呢，他的确是个标杆式的反美帝霸权的这么一个文化现象的人物这一点呢，一点都可以说是不夸张是吧？那老 A 呢，揭穿了美帝的遮羞布，美国的职人和国内的这帮公知们视老 A 为肉中钉眼中刺现在开始集体攻击老 A 了。当然了，他们也是羡慕嫉妒恨吧就据数据统计呢，老 A 在 B 站的2场直播收到的打场就以100万计人民币，而且呢，他开的那个会员据说有1000块钱的贵宾会员说统计就是老 A 每个月的会员费都能收个30-40万，所以这帮人眼睛都红了，现在开始这个集体攻击老 A 了。比如说有这么个人，那位说看他这个形象那就很抽象，那演西游记都不带化妆的他竟然说他自己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的博士这可能就能说明点什么了，是吧？但舆论很快滑向女留学生陪读妈妈这样的一个国内议题。这里我们看到了风险叙事下沉为性别叙事，一个群体如何在下好吧他主要是说了些什么呢？他主要是说这一次的事件是一次公共猎巫那是留学生群体推到了舆论中央，成为什么焦虑与怨气的承载者，被道德化，被羞辱，被想象成社会风险本身围绕老 A 的争议正是一次典型的事件源于对美国斩杀线境外问题的讨论，舆论很快滑向了女留学生陪读妈妈这样一个国内的议题，说一个群体是被舆论场中系统性的污名化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海外的生活既不可接近也难以验证，不可接近的事物最容易被神化，也最容易被妖魔化。他问题是海外的很多的华人对此感同身受觉得老 A 说的没毛病包括斩杀线什么这个女留学生的3通1达的这种个别现象少数现象那个我们都感同身受这怎么就成了这位口中的瞎起哄了呢？当叙事不断的暗示他们在外面并不光鲜，而是混乱、危险且道德可疑，某些观众会迅速获得一种补偿性的心理收益，原来没出去过的人也未必是损失，那些看似拥有更多机会的人并不值得羡慕，这种低优越感的成本极足，却足以抵消与现实中相对的剥夺感他那个意思就是中国好多人没能够有机会留学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以后就产生了一种心理满足，就是那意思吧，那就看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呗
啊，他觉得他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我流过美国啊，就那意思呗啊，是吗？对吧？与此同时，阶层焦虑也在寻找出口。留学长期被视为资源与机会的象征，而当经济压力、就业竞争与婚恋挫败叠加，人们往往更容易把怨气投射到拥有更多可能性的人。那意思，他就是仇富呗，是吧？女留学生因此成为了一个极其顺手的靶子，它同时触发了阶层的嫉妒与性别审判，使攻击看起来既像现实批判又像道德裁决。评论区甚至有人直言，看到别的女性获得更好的生活，便会应激，继而施加恶意揣测。当现实的差距难以缩小时，贬低对方便成为了恢复心理平衡最廉价的方式。还是看不起那些中国啊那个不能留学的人们，你的意思啊，是吧？说再往深处看，看到一种更隐秘的却更强烈的动力，男性的气质不安全感正在部分舆论中寻找出口。在现实中的掌控感下降，舆论场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性权利啊，通过羞辱女性获得控制感，通过划定好女人与坏女人获得裁判感，通过网暴让反驳者沉默获得胜利感。他就是把这个中国的男性基本上全骂进去了啊，那意思你们得不到，所以才羞辱他、毁灭他。他问题是就看这位这个长相得不到女人的可能性，他比他说的这些人要大一些吧？啊，说对吧？哪位女性想演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时候，高老庄的高玉兰呢，演一辈子呀。于是，一些看似爱国或现实主义的叙事会自然的滑向厌女，因为在公共攻击的成本结构中，女性往往最容易被惩罚、被羞辱，最难反击的对象。他这好像是给劳 A 扣帽子了，是吧？那也给中国全体男性扣帽子了，因为劳 A 最开始说的不是说整个的女留学生群体，他说是个别人，对吧？他说的比我还保守，我认为是少数，他说是个别人，对吧？偷换概念啊！那这位啊，咱们先不说他在中国的这个会遭受到这个中国网友怎样的一种这个打击啊，咱先说就是在海外的媒体上，海外的华人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啊？海外的华人说，国内的女权大规模的咒骂男性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多的正义人士出来说话呢？这位就揭露说，此人在自己的视频发弹幕，伪装女人喊自己老公，这是真憋急了吧？说你有何资格代表公共啊？公共是非公共的政治结果啊！说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啊？封她为荣誉女人，前提是把自己的屌割掉，否则集美不会接纳她的。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猜到这家伙是什么货色了。黄左男、女权男、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意识形态领域是亲美国民主党的社会学出身的，味儿确实大，好吧，就没有一个支持他的，对吧？这经典的归男以为织女好说话就有逼操龟奴总要替婊子说话的，你别说他这个长相还确实有点像啊。说这货就一脸龟相，不知道做没做绝育。他长得确实挺不安全的是吧？就是他是个黄皮儿，天天把女权的牌位放在他祖庙里的磕头，国女也不会看上他的，对吧？
客观来说，他的学识水平还是很高的，但问题在于涉及性别议题，这人呢，这个入脑了，就是典型的反塔不反权式的拉偏架。芝加哥这种地方，小皇左祝他一切顺利啊！说人要首先管理好自己的长相和身材，才有资格说教。长得他妈的猪头闷子一样，猪头龟男自己就雄性激素过低，真以为这样就会有女人给他一次了吗？文科博士，美国的大家都懂啊，北美亚洲男照着自己写的吧，是吧？就没有一个支持他的。他在海外都遭受到了这个普遍的抨击，就更别说国内的这些网友这时候跳出来蹭老 A 的这个热度，我觉得这哥们蹭反了吧，反倒把自己给羞辱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